是徐伦 tuber 鲁鲁洛。这次要带来的是关于在1月22号官方在 1.3 版本中直播的重点总结。若是在直播时没有时间看，或是懒得看那么长的记录档的话，这里洛洛将会整理相关的重点。这次将会分为以下重点：角色调整、角色卡池、新年福利、海灯节活动、新怪物、新武器、系统优化和一些小东西。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先订阅一下洛洛的频道哦。首先是关于钟离的调整改动，已经确定将会在后面 1.3 版本出来后直接时装。相关的调整公告，相信大家应该之前都大致上看过了。期待钟离和岩队起飞的肉肉们，就等待 1.3 版本到来后再好好的体验一下吧。到时候洛洛也会再分享相关的岩队体验心得哦。在 1.3 版本中将会推出的 UP 卡池分别是2月3号的萧以及2月17的柯晴。等到2月3号后 1.3 版本更新，萧和萧的传说任务也将会同步时装。同时在海灯节期间，萧的传说任务将会降低冒险等级限制，只要23等就可以体验，也不会消耗传说钥匙。如果是最近才入坑的萌新，就可以趁这个时候体验到萧的故事。在官方直播中也可以看到萧的技能释放画面，虽然实际的倍率数字都还不清楚，但大致上来说，萧的被动和主动技能全部都是加伤害的。快速穿梭的战斗打击手感也非常好，下坠的时候不管再高也不会扣除血量。一技能也带有2层的充能，释放一技能时也会增加15%的伤害，最多叠加3次。开大后会持续掉血，并将攻击转化为风元素伤害，并大幅提升跳跃能力。天赋解锁后，最多可以再增加大招25%的伤害。关于萧的实测与分析，后面时装后洛洛也会再制作相关的影片哦。另外，可能比较会有人产生黑人问号的，就是萧的下一个 UP 卡池竟然是柯晴。或许是因为在 1.3 版本的 UP 武器池中，也将会推出柯晴的单手剑专武的关系，副词条增加暴击率。在目前的单手剑武器中，都还没有副词条暴击的单手剑，因此若是还缺柯晴专武的，可以在这时候抽把毕业武器给柯晴，也算是顾虑到一些从开服到现在一直希望柯晴再加强的玩家吧。也因为2月就是春节的月份了，关于新年活动的内容都很简单，而且送的内容很丰富。富贵登门的活动主要是参与签到活动就可以获得10个纠缠资源，元宵节也将会再送3个纠缠资源和2个脆弱树脂，是可以拿来抽 UP 卡池的哦。目前预计整个活动下来可以拿到约23抽左右的抽卡额度。再来就是在2月18将可以离月角色免费6选1，有凝光、北斗、香菱、行秋、重圆和心燕，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队伍和角色，评估要选哪一支。至于是洛洛的话，当然就是要拿凝光咯。后面呢就是关于海灯节的小游戏，这边就大致上说明玩法，实际内容可以等到推出后大家再细细体验。第一个是机关奇谭，最多可以2个人联机游玩，透过塔防的方式来建造或升级机关击败敌人。由于机关会有元素反应效果，因此也需要动脑思考如何搭配机关的设置才能有效通关。第二个是福之五彩，主要是透过留影机这项道具去拍摄指定颜色的魔物，一天有10张底片可以使用，凑到5个颜色就可以去找 NPC 兑换宝匣，多出来的照片也可以再跟朋友互换，可以获得原石、经验书、经验矿、角色突破素材、摩拉之类的奖励。第三个是龙溪寻踪，可以透过冒险者公会里的探索派遣界面去探索炎龙溪，每次探索时间12小时。很特别的是，这个探索是能够必定获得原石的哦，可以多名角色派遣，派遣越多角色，获得额外奖励的几率也越高。不同难度的探索获得的原石数量不同，一天最多探索4次，也可以选择好友的角色来协助自己。过程中会有几率遇到讨伐事件，打败敌人就可以获得奖励。第4个是地脉遗勇，将会有整整1个月的时间，可以在打地脉花的时候一天3次，在领取时能够获得双倍的奖励。海灯节活动类似于之前雪山推出的活动模式，会随着时间逐步开启不同阶段的活动章节。在海灯节仪式的部分，将要完成离月居民们的委托来获得活动代币，再去商店兑换各种素材。也因为之前在雪山时，官方就已经取消地脉演出或秘境等等大型活动所需要消耗的数值了，因此这个活动也不需要玩家消耗体力咯。后面解完任务后，也可以体验放元宵天灯的过程，应该是和2测那时候体验的天灯类似，只是多了更多的内容。里约地图中孤单的右眼龙溪都没有家人的感觉，这下他爸跟他阿公都出来了。首先看到的是右眼龙溪进化一阶的炎龙溪，招式也会比右眼龙溪更多。再来是更进化版的古炎龙溪，
先前洛洛有提到过的未熟之域的突破素材来源就是要打这只 BOSS 了，应该也会和无相系列还有极冻爆炎树那样常驻存在世界的野外精英 BOSS 一样。而按照直播的画面来看，五颜龙溪似乎会有4种不同的元素：水、火、冰、雷。五颜龙溪若是受到护盾庇护的角色时，会受到反噬，因此像是钟离和诺埃尔之类的岩系角色，应该都是队伍的核心角色。出没的位置应该是会出现在目前还没有开放的新地图层岩巨渊这个区块。等后面出新怪物后，洛洛也会再出相关的讨伐攻略。在直播中的 PV 可以看到，萧拿的长枪是5星和朴渊，秦州拿的单手剑也是类似于和朴渊的原初域系列，破词条增加暴击率，被动增加生命值趴数和生命值趴数的攻击力。另外还可以看到香菱拿了一把红色的长枪，应该就是胡桃的专武护魔之杖。破词条增加爆伤，被动增加生命值趴数和生命值趴数的攻击力。若血量低于50%，攻击力会再上升。在个人界面将会新增展示功能，可以展示自己的成就数量、深进螺旋层数。另外可以选择8位角色在自己的角色展柜中展示给别人看，还可以看到角色的适应物和命之作之类的。这功能相信课长们看到纷纷狂喜。1.3 版本推出后，在合成台将可以制作一个新的道具——善变之城，是个还不错的道具，可以将某一个元素的突破材料转换为指定元素的突破素材。转换一个素材需要9个善变之城，后面再也不用担心之前多打的无相系列断片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善变之城可以从商店去找星辰兑换，实际的星辰数量还不清楚，需要等后面官方公布。只要冒险等级31级以上，并且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参量质变仪，可以将自己包包里面用不到的垃圾变成黄金，最多一次可以放入150个素材来进行转换，可以转换为经验书、天赋书之类的宝物。会不会有其他种类的奖励还不确定，不过每7天才能使用一次。起初会觉得7天好长哦，但想想若是每天都能用一次的话，这样每天要做的事情除了采矿又要多一间拾荒了，还是不要那么干好了。在过去打过的各种魔物或是遇到的各种生物，往后都可以在图鉴里面看到过去累积下来的讨伐次数和查看生物资料。官方表示 iOS 14或是更高版本的手机将可以使用蓝牙的无线手把进行游玩，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肉肉喜欢这项功能呢？因为肉肉还是会习惯用电脑玩啦。最后就是喜欢原神 BGM 的玩家想要收藏的话，后面官方也将会推出收录了17首的原始音乐哦。以上就是这次关于官方 1.3 版本直播的重点整理影片，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卤肉吧会员，并享有专属福利。如果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新 YouTuber 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